先别急着划走，因为接下来的80分钟内容很可能是你这辈子看过信息量最大的宇宙纪录片之一。这个视频耗时1年半制作，内容横跨138亿年时间尺度，从宇宙大爆炸的第1秒到人类文明可能迎来的最终结局，从吞噬一切的黑洞到理论上能够穿越时空的虫洞，从太阳系如何诞生到宇宙究竟会在什么时候迎来终结。更离谱的是，科学家们研究到最后发现，宇宙最大的谜题或许根本不是黑洞，而是我们自己。如果你能坚持看到最后，你对宇宙的认知将和现在完全不同。而现在，请系好安全带，因为我们即将离开地球。然而，当飞船越过太阳系的边界，一个更大的问题开始浮现。如果银河系拥有数千亿颗恒星，那么在如此庞大的空间里，真的只有人类一种智慧文明吗？作为宇宙大爆炸后诞生的首批星系之一，136亿岁的银河系目前的直径是18万光年，内部有4000亿颗恒星，主体由若干条悬臂和中心的棒状核心组成。太阳就位于猎户座悬臂上，属于银河系的外围区域。因此，地球上的我们看到的银河只是银河系的一个切面，银河的后方才是银河系的中心区域。但由于尘埃带的阻挡，不论是哈勃望远镜还是韦伯望远镜都无法直接看到银心区域，只有射电望远镜和 X 射线望远镜能透视那里。440万倍太阳质量的银心黑洞人马座 A 型，最早就是被射电望远镜发现的。2022年5月12日，事件世界望远镜还成功拍到了银河系中心黑洞照片，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唯二的真实黑洞照片。这个看起来像蜂窝煤一样的橘红色光晕，是黑洞附近的吸积盘，中心区域那团黑色物质就是真实存在于宇宙中的黑洞。在黑洞的引力的吸引下，银河系中心区域的恒星密度高达每立方光年30万颗，而距离银河系中心2.6万光年的太阳附近，每立方光年连1颗恒星都没有。距离我们最近的比邻星也远在4.22光年之外，由此不难看出银河系中心有多么拥挤了。射电望远镜的观测结果还显示，银河系中心1万光年范围内不仅有恒星，还有大量流浪黑洞，它们在彼此吸引的同时，还被人马座 A 星吸引着。最终，这三者构成的引力结合体形成了我们看到的极为明亮的银河。这也是为什么人马座 A 城黑洞只有440万倍太阳质量，却能统御4000亿颗恒星的原因。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至于恒星密集的银河系中心是否存在外星文明，科学界目前是偏向悲观的，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银河系中心就是一个恒星辐射和黑洞辐射极强的地方，那里还都是大质量老年恒星，随时有可能超新星爆发。因此，那里的行星表面经常受到辐射的扫荡，恒星的炙烤也会剥夺行星的大气层和液态水。所以至少碳基生命不可能在银河系中心存活。那么硅基生命呢？作为和碳元素高度相似的重元素，一些天体生物学家认为
硅基生命有可能出现在高温、高压、强辐射的星球上，因为硅元素天生就适合那里。氧气和液态水对它们而言才是无法接受的。地球这种星球在硅基外星文明眼里就是地狱。虽然目前我们还没在宇宙中找到硅基生命的痕迹，但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是有可能存在的。所以，既然地球上能诞生人类文明，银河系中心区域的行星上也有可能诞生硅基生命。作为一个连光都要飞18万年才能穿越的星系，位于银河系猎户座旋臂太阳系地球上的我们，实在是太过于渺小了。人类文明目前为止最远的活动范围，也就是38万公里外的月球，换算成光速，也就是1光秒多一点。而太阳系的直径是2光年，银河系的直径是18万光年。面对直径930亿光年的可观测宇宙，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什么天文学家认为我们永远都到不了宇宙边界？看完这个视频，你就明白了。这是你在地面上看到的景象。由于高度的原因，我们此刻还无法看到地球的形状。这是空间站的宇航员们在近地轨道上拍摄的地球，此时已经能明显看出地球的曲率了。这张从2.9万公里外拍摄的地球照片被称为蓝色弹珠，算是地球的标准证件照了。这张照片则是在月球上拍的，是目前为数不多从月球上拍摄到的地球照片。此时我们距离地球38万公里，蓝白色的地球高悬在月球漆黑的天空上，由此引发的全景效应，甚至还引起了很多登月宇航员的恐惧心理。一旦离开地月系，地球在我们眼中就会飞速变小。这是2013年卡西尼号在土星背影下回望拍到的地球照片。此时它距离地球14亿公里。最后这张著名的暗淡蓝点照片，是旅行者1号在1990年从距离地球64亿公里外回眸拍摄的。此时地球只占了 0.12 个像素。用卡尔萨根的话来说，地球就是一粒悬浮在阳光中的尘埃，而我们知道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发生在这粒尘埃上。在半径1光年的太阳系之上，是直径18万光年的银河系，它至少包含了4000亿颗恒星。太阳在其中也只是尘埃罢了。天文学家相信，整个银河系范围内至少有几十个外星文明，只不过我们的活动范围还太小，碰不见它们。在银河系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庞大的本星系群。本星系群里涵盖了银河系以及仙女星系等50多个星系，而它的直径也达到了惊人的1000万光年。然而，就是如此庞大的本星系群，却也只不过是室女座超星系团中的一小部分。室女座超星系团覆盖了一块直径超过 1.1 亿光年的巨大区域，而像本星系群这样的系统，在里面至少有100个。到了超星系团这个阶段，你的认知还会被再次刷新，因为在它上面还有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它由10万个星系组成，直径达到了 5.2 亿光年。这意味着即使驾驶光速飞船，我们也要 5.2 亿年才能飞出它的范围。到了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这个阶段，宇宙就不再是我们印象中的星系均匀分布结构了，而是变成了网状结构。数以万计的星系在暗物质和暗能量的驱动下，变成了一条条横跨100亿光年的宇宙长城。
而超星系团们则成了宇宙长城的节点，它们之间被数千万光年到数十亿光年的宇宙空洞分割，直至可观测宇宙的边缘。然而，可观测宇宙也并不是真正的宇宙大小，因为可观测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进行划分的，而宇宙的中心也并不是地球。科学家们通过计算分析推测，真正的宇宙大小可能在可观测宇宙的250倍以上，所以人类可能真的永远也无法到达宇宙的边缘。别划走，接下来这张照片会颠覆你对宇宙的认知，甚至会让你重新审视地球的夜空。在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月亮和星星。继续放大后，我们会发现月亮旁边出现了一个蓝色网格，似乎是地球天区的一部分。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当我们把这个蓝色小方格继续放大后，会发现原本漆黑一片的区域开始出现大量光点，看起来似乎是新的恒星，而且它们只有在被极端放大的情况下才能看见。地球上的我们用肉眼看去，那里只是月亮附近的一片黑色背景而已。随着放大倍数的不断增加，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些亮点并不是恒星，而是数量众多的星系。每个星系都和银河系一样，拥有数千亿颗恒星以及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而这10000个星系就挤在地球夜空仅相当于一个针尖大小的范围内。这张照片便是哈勃深空摄影的巅峰之作——哈勃极深场。2012年9月25日 NASA 把近几十年来哈勃拍摄到的若干张宇宙深空照片，通过特殊的方式再次曝光合成，最终获得了这张至少包含了10000个星系的照片。在长达50天的持续曝光中，哈勃望远镜瞄准了天炉座方向，仅占全天面积1270万分之一的区域，累计曝光时间超过了200万秒，获得了超过2000张照片。在最终合成的照片中，颜色越红的星系距离地球越遥远。这种因为宇宙膨胀而导致的星系红移现象，让天文学家测定出了这张照片内的星系最远能追溯到132亿光年外，在时间上也能追溯到132亿年前。在宇宙年龄仅为138亿年的情况下，天文学家相信我们在这张照片里看到了早期宇宙。那时星系们都还很年轻，根据目前的宇宙模型，大爆炸早期的星系们处于无序扩张时代，彼此之间的碰撞融合经常发生。第一代恒星们的超新星爆发散播的重元素，为太阳这种第二代恒星的诞生打下了基础，而地球和人类则是用太阳剩下的重元素组成而成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中星云和恒星的后代。而哈勃望远镜和现在的韦伯望远镜看到的上百亿光年外的宇宙早期星系和恒星，其中可能就有原子组成了现在的我们。虽然现在的韦伯望远镜性能比哈勃望远镜更强，并且韦伯深空场的颜色也比哈勃望远镜更细腻，但哈勃望远镜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是它让人类天文学家第一次看到了100亿光年外的年轻星系，看到了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浩瀚，
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渺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哈勃望远镜还将和韦伯望远镜一起合作，继续为我们带来宇宙深空中的星星和恒星。虽然它们无法直接看到系外行星的地表，或者是外星文明在宇宙中的痕迹，但天文学家相信，只要我们曝光的时间够长，就能无限接近宇宙大爆炸那一刻，甚至是看到宇宙大爆炸后的第一缕光芒。如果对撞机产生一个1毫米的黑洞，整个地球会被吸进去吗？这是个脑洞大开的问题，因为宇宙中的天然黑洞距离我们最近都有几百光年，地球乃至整个太阳系范围内理论上都不会受到黑洞的威胁。但高能物理学家认为，如果未来的大型对撞机能级足够高，那么理论上来说是有可能撞出黑洞的。因为爱因斯坦早就说过，能量和质量本质上是一回事。既然质量密度高能产生黑洞，那么能量密度高也能产生黑洞。从宇宙层面上来看，黑洞无疑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天体，引力强大到连每秒30万公里的光都无法逃脱它的范围，并且黑洞一般质量都很大，至少都是太阳的几十倍。最大的 TON 618黑洞更是能吞噬整个银河系，达到了数百亿倍太阳质量。然而，当直径1毫米的黑洞来到地球附近或者诞生在地球上，情况就会比较复杂了。因为霍金的黑洞蒸发理论认为，质量越小的黑洞自然寿命越短，因为量子效应会让黑洞边缘和外界发生能量交换，从而让黑洞的质量逐渐蒸发，直到消失。根据这个理论，对撞机内产生的毫米级别或者厘米级别的黑洞在诞生瞬间就会蒸发，根本来不及吞噬地球。然而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天文学家也没检测到真正的霍金辐射，而且对撞机内部还是高度真空的环境，这让一些物理学家不得不担心撞出黑洞的后果。因为直径1毫米的黑洞质量相当于5个月球，或者是地球质量的1/10，这意味着它出现后首先就会干扰地球的引力稳定，并且它下沉的速度会远超我们想象，可能眨眼时间这颗黑洞就从对撞机内部下降到了地核附近，这将导致整个地球的引力变强。考虑到引力的传播速度也是光速，所以1秒多一点的时间，月球就会受到更强的引力吸引，从而把轨道变成椭圆，进一步扰乱地球的海洋潮汐。同时，已经到达地核的黑洞将开始逐渐吸收周围的物质，把整个地球从内到外不断撕碎成原子，再吞噬。到时候地球表面将不再存在任何生命，世间万物都被黑洞彻底毁灭。不过，由于黑洞比地球小很多，所以地球会被逐渐拉成面条状，成为黑洞附近的吸积盘的一部分。最终，这个直径1毫米的黑洞可能要50亿年才能完全吸收地球，但只要几个小时，它就能摧毁地表的一切生命。好在目前为止，对撞机的能量密度都不是很大。一些科学家认为，只有把目前的对撞机能量密度提升1000倍，才有可能产生微型黑洞，而这就需要更长的加速管道。所以地球上的对撞机的终极形态可能是绕地球赤道建造一圈。如果真能实现的话，不但能撞出微型黑洞，我们还有机会再次重现宇宙大爆炸。目前的宇宙中存在的所有天然黑洞，
理论上是不会来到太阳系，也不会来到地球附近的，除非未来银河系内的流浪黑洞与太阳的公转轨道交叉，否则地球在宇宙中就是安全的。宇宙中的恒星能有多大？太阳在它们面前就是一粒尘埃。这是我们太阳系的核心。身为黄矮星的太阳其实已经比银河系内 80% 的恒星都大了，但在宇宙中它只是个小卡拉咪。这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天狼星。身为蓝矮星的它有着比太阳更大的质量和体积。这是金牛座贝塔星，位于夜空中的金牛座方向。三体第2舰队就是在这个区域覆灭的。这是北河3，是一颗层巨星，可以装下约77个太阳。这是大角星，是牧夫座中最亮的恒星，可以装下3000多个太阳。这是银河系中心区域的人马座 A 城黑洞，质量达到了太阳的440万倍。整个银河系数千亿颗恒星都在围绕它公转。这是毕宿五，可以装下9000多个太阳，不过质量只有太阳的 1.15 倍，这意味着它是一颗虚胖的红巨星。我们的太阳50亿年后也会变得跟它一样。这是胡十二，身为蓝超巨星的它只有数百万年的寿命，到时候它会经历一次剧烈的超新星爆发。这是亮度相当于190万个太阳的手枪星，6秒内释放的能量比太阳1年释放的能量还多。不过这也意味着它内部核聚变燃料消耗速度极快，最多几万年后它就会熄灭。这是星宿2，同样属于红超巨星的它能装下7亿个太阳。这是鼎鼎大名的盾牌座 UY。2012年之前，它一直是可观测宇宙内的恒星之王，能装下50亿个太阳。但现在它已经被史蒂文森218打败了，后者能装下100亿个太阳。如果把它和太阳互换位置的话，天王星轨道以内的所有星球都会被它吞噬。相较之下，太阳未来就算变成红巨星，也只能吞噬火星轨道以内的星球。跟史蒂文森218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过尽管史蒂文森218的体积很大，但它的质量其实只有太阳的18倍，表面温度也只有3200 K。它能被天文学家发现，完全是因为体积很大，让亮度达到了太阳的44万倍，成为一颗红特超巨星。否则这样的恒星是不会被天文学家重点关注的。根据恒星演化模型，史蒂文森218将在未来数十万年内逐渐消散成一片行星状星云，并且在星云的中心留下一颗白矮星或者中子星，看上去就跟目前的猫眼效应一样。由于它的质量只有太阳的18倍，未来核心区域的质量还会更小，所以它的核心在最后阶段并不足以坍塌成一颗黑洞，只会变成白矮星或者中子星。而我们的太阳50亿年后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先变成红巨星，再变成行星状星云，最后在星云中心留下一颗白矮星。而在这之前的红巨星阶段，月球和地球都会因为在太阳内部运行而降低公转速度，先一步坠入太阳的无边火海中。虽然理论上来说，白矮星经历漫长的放热后会冷却成一颗不发光但能被检测到引力活动的黑矮星，但在宇宙大爆炸138亿年后的今天，天文学家认为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让白矮星冷却成黑矮星，所以黑矮星目前还是个理论上存在的天体。在距离地球 1.5 亿光年的宇宙深处，
长蛇、半人马座超星系团附近，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超级引力源，它正在拉扯着包括银河系在内的数百万个星系向它靠近。这个被称为巨引源的结构是目前可观测宇宙中的引力之王。人类文明第一次注意到它是在1973年绘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图的时候，当时银河系边缘恒星出现了引力异常线，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拉扯它们。到了1986年，巨引源的位置被进一步确定到了南三角座和矩尺座方向，但是天文学家们很清楚，矩尺座星系团的质量远不足以影响包括银河系在内的数百万个星系，因此天文学界将引力异常现象的罪魁祸首锁定在了矩尺座星系团后方的夏普利超星系团。从数据上来看， 6.5 亿光年外的夏普利超星系团质量在银河系的10000倍以上，是周围超星系团中内部星系密度最大的超星系团，而且它周围还存在若干个略显稀疏的天体系统。这些天体系统和夏普利超星系团一起形成的引力源似乎很符合巨引源的特性，但事实上，直到现在，由于银河系本身尘埃云的遮挡，天文学界还是没能确定巨引源的真实身份，只知道它是一个由许多超星系团合力塑造的引力源，并且到了巨引源这个阶段，它就不再是简单的引力集合了。天文学家相信它就是我们宇宙的超级节点之一，也就是说，巨引源实际上是若干条宇宙长城交汇的地方。在目前的宇宙地图上，当比例尺达到100亿光年后，我们熟悉的银河系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几百万个星系沿着引力脉络组成的宇宙长城，它们之间的交叉点就是超星系团们合并成的节点，巨引源就是典型代表。所有的一切最终组成了可观测宇宙内的最上层结构，也就是宇宙纤维网状结构。就在此时此刻，银河系和周围的几百万个星系正在以每秒600公里到1000公里的速度向巨引源跌落，但这注定是一个没有结局的过程，因为以银河系目前的速度，需要950亿年才能到达巨引源。熟悉天文学的朋友肯定知道，37亿年后，仙女座就会撞上银河系，到时候原来的银河系就不存在了，并且由于宇宙的加速膨胀，天文学家相信巨引源也撑不了多久了，因为宇宙长城正在宇宙膨胀的力量下逐渐被撕裂，巨引源作为节点之一，难逃分崩离析的最终命运。甚至考虑到光速带来的时差，此刻巨引源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只是银河系还没反应过来。至于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上的我们，如果不是天文学和宇宙学的进步的话，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巨引源的存在。甚至在哈勃望远镜和韦伯望远镜的巡视下，整个宇宙的未知还是远远多于已知，而人类文明看到的只是宇宙的极小一部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小白点，就是我们居住的地球。此时此刻，有80亿人就生活在这里，生活在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上。但你知道吗？这张由旅行者1号在64亿公里外回眸拍摄的照片，其实本不该存在，因为 NASA 一开始并不想耗费宝贵的推进剂。
让旅行者1号调转180度去拍摄一张没有任何细节的照片。时间回到1990年2月14日，这一天是情人节，也是旅行者1号正式飞越太阳系所有行星向真正的宇宙虚空前进的日子。著名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博士有感于旅行者1号代表人类文明的一去不回，越过 NASA 向他的上级宣布了暗淡蓝点计划，也就是让旅行者1号最后一次再看看地球，也让大众获得一个新的视角，看看我们这个世界。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名为暗淡蓝点的地球照片。今天，旅行者1号和2号都已经飞出了太阳系日球层，虽然他们还要3万年才能飞出半径1光年的太阳系，但科学家认为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旅行者1号和2号先后对木星和土星及其卫星进行了近距离观测，不仅拍下了清晰的木星大红斑，还在土卫六上发现了浓厚的大气层，传回了数以万计的照片。至于很多人担心旅行者1号和2号携带的黄金唱片会暴露地球的位置，从而引来外星文明入侵，其实这种可能性极其微小。虽然黄金唱片上确实记录了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还标注了地球是太阳系的第3颗行星，但问题在于旅行者号本身飞行的实在太慢了，它目前的飞行速度大约只有每秒17公里，即便如此也需要约3万年才能飞出半径约1光年的太阳系。对于动辄横跨数万光年的银河系来说，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换句话说，就算真的存在能够发现黄金唱片的外星文明，他们也必须先恰好经过旅行者号所在的位置，而在浩瀚到难以想象的宇宙尺度下，这种概率低得近乎于0。因此，无论是旅行者1号、旅行者2号，还是未来类似的深空探测器，都不太可能因为携带人类信息而给地球带来什么威胁。NASA 和旅行者系列探测器的最后一次联系还是2017年的事了。当地面控制中心用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发出电磁波后，这些以光速飞行的电波飞了20多个小时才被旅行者1号收到，而它发出的反馈信号也飞了20多个小时才被地球收到。目前，旅行者1号和2号已经关闭了绝大部分设备，只剩下最基本的应答功能。NASA 的工程师们认为，他们将在2030年左右彻底耗尽电力，与地球世界失联。不过，他们的轨道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改变，因此未来人类文明也许能在太阳系边缘再把他们带回来，放到博物馆里，让未来的人看看人类文明为了探索太空所做的努力。其实旅行者1号和2号现在最大的意义，就是向宇宙宣告人类文明曾经存在过。因为也许我们撑不过大过滤器，但只要宇宙中还有其他文明，他们在收到旅行者探测器后就会明白，在银河系的猎户座旋臂，有一个名为人类的智慧文明像流星一样划过。宇宙有边界吗？如果有，边界之外又是什么？这个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问题，其实现在依然没有一个确切答案。但天文学家通过哈勃望远镜和韦伯望远镜确定了可观测宇宙的范围是930亿光年，
也就是一个以地球为中心半径465亿光年的球形时空。可以肯定的是，可观测宇宙之外肯定还有星系，但因为宇宙超光速膨胀的原因，这些星系发出的光永远也到不了地球，所以我们看不见它们。一些宇宙学家更是认为，可观测宇宙只有全宇宙的250%大小，我们看到的只是沧海一粟。霍金当年在他的《时间简史》里开篇就写了一个故事。一位科学家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讲述了地球是如何围绕太阳公转，而太阳又是如何围绕银河系中心公转的。但此时有一位老妇人站了出来，她告诉所有人，我们的世界被一只巨大的乌龟驮着，这只乌龟又站在另一只更大的乌龟上，以此类推，形成了一只驮下去的乌龟塔。这个故事看似荒谬，但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或许宇宙就如同乌龟塔一样是无限的，没有边界可言。宇宙之外也分布着大量的恒星以及星星，那也就意味着无限的宇宙里包含着无限多的可能。而且至少在目前的观测中，宇宙没有展现出曲率，这意味着我们的宇宙真的有可能是一个无限延展的平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宇宙之外就是一片虚无，那里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甚至连物理定律都没有。这意味着任何探测器或者生物在到达所谓的宇宙边界之外后，所有功能、所有感官都会消失，因为不论是探测器还是生命体，它们都是需要物理定律来驱动的。一旦到达了没有物理定律的地方，一切就都无法感知了。马斯克则认为我们的宇宙是虚拟的，我们所有人都是虚拟世界的 NPC。 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近年来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技术已经有机会让人类文明建造一个虚拟世界了。那么既然人类都能建造，宇宙也就有可能是另一个更高级的智慧文明建造的。因此光速才变成了宇宙速度的上限，也就是运行速度的上限。量子力学中的叠加态则有可能是对微观世界的模糊渲染，是为了降低算力要求。因此如果我们未来驾驶光速飞船一直飞，也许会像异次元骇客一样突破虚拟世界。然而以上这些理论都太科幻，科学界目前对宇宙边界的定义更倾向于爱因斯坦的推测，即所谓的四维超球体宇宙。在这种情况下，驾驶光速飞船不论朝哪个方向飞行，最后都会回到原点，就像地球上的环球航行一样。只不过整个宇宙是在四维上闭合了，而地球是在三维闭合了，共同点都是有界无边。总体来看，人类文明作为一个科技史只有几百年的文明，在宇宙中还是非常年轻的。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宇宙本质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宇宙边界这种触及宇宙本质的问题，自然也就不知道答案。宇宙中从来没有现场直播，我们看到的太阳其实是它8分钟之前的样子，因为它距离地球 1.5 亿公里，而光速只有每秒30万公里。即便是近在咫尺的月球，距离地球也有38万公里。所以我们看到的一直是1秒钟之前的月球。这些现象构成宇宙中最重要的一条真理：光速是有限的。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真空光速就是宇宙速度的上限。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不可能达到光速，更不可能超光速。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
宇宙不就在超光速膨胀吗？这是因为宇宙时空本身的超光速不传递任何信息，因此不违反相对论。类似的情况还有量子纠缠的法赢速度，虽能达到光速的几万倍，但也不传递信息。至于为什么有质量的物体无法达到光速，爱因斯坦也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狭义相对论中的质能公式 E 等于 mc 平方，其中 E 是物体的能量， m 是质量， c 是光速。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就能知道，任何物体蕴含的能量都相当于它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同时质量和能量也能互相转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质量的物体在受到能量加速的时候，自身的质量就会变大，并且是速度越快，质量越大。当物体的速度接近光速时，它的动质量将趋于无限大，此时就需要无限大的能量去进一步加速它。但宇宙中不存在无限大的能量，因此质量不为零的物体是不可能达到光速的。可以说，爱因斯坦的这个理论彻底断绝了人类文明未来驾驶光速飞船或者超光速飞船遨游宇宙的梦想。除此之外，光速的极限还只适用于同一时间同一点的两个物体，并且近光速状态下伽利略变换是不管用的。也就是说，如果两艘飞船分别以 0.6 倍的光速从你左右方飞离，对于这两艘飞船来说，它们之间在以 1.2 倍的光速相互远离，但对你来说，你在飞船眼中远离的速度却是 0.6 倍的光速。而通过洛伦兹变换的相对论速度叠加法，可以计算出它们之间远离的速度实际为 0.88 倍光速，并且就算飞船的速度变成真正的光速，它们的叠加速度也只是1倍光速，而不是2倍光速。在宇宙星系超光速远离地球的情况下，天文学家认为145亿光年是一个分界线，因为宇宙膨胀速度正是超光速，就在145亿光年外，所以在考虑到可观测宇宙有2万亿个星系的情况下，天文学家认为其中 98% 的星系都已经和地球失联了，并且每年还会有新的星系退行到145亿光年外。也就是说，哈勃望远镜和韦伯望远镜看到的星系都已经是宇宙上百亿年前的历史了，它们现在都已经到了地球世界的光锥之外，和我们不可能发生任何关系了。总体来看，在光速恒定且不可超越的情况下，我们的宇宙从来不会现场直播什么，宇宙学家们看到的也永远只是宇宙的过去。所谓的宇宙学其实是宇宙考古学，目前的宇宙处于什么状态，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宇宙究竟有多大？地球在宇宙中又位于什么位置？早期人类文明一直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后来认为太阳是宇宙中心，但现在我们知道了，不论是地球还是太阳，都只是宇宙中的尘埃，甚至连银河系本身也只是可观测宇宙中数万亿个星系之一，没有任何特殊地位。地球夜空中目前能被肉眼看到的6000多颗星星，绝大部分都位于银河系内，而银河系也只是一个直径18万光年，包含4000亿颗恒星的棒旋星系。天文学家认为，可观测宇宙内至少有2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至少有1000亿颗恒星，每颗恒星附近基本都有1颗或者多颗行星。简单的数学计算后，我们不难发现，
宇宙中的恒星和行星的数量比现在地球上的沙子数量还多。在如此大的基数下，太阳系和地球的特殊性就很弱了。因此，天文学家认为，仅在银河系内就至少存在36个和地球高度相似的世界，它们都有可能发展出生命和文明。目前能被观测到的所有天体都位于一个半径465亿光年的球形时空，它被称为可观测宇宙。超过这个范围之外，虽然还有星系，但它们发出的光因为宇宙超光速膨胀的原因，永远也到不了地球了。除了遥远的宇宙边界，我们的太阳系内部也非常空旷。仅地球和月球之间38万公里的距离，就能放下太阳系所有的行星，而太阳和比邻星之间4.22光年的距离，相当于相隔几百公里的2颗葡萄。反倒是银河系和仙女座之间254万光年的距离，看起来并不是很遥远，因为这2个星系直径都在10万光年以上。但它们之间仍然是无尽的虚空，整个宇宙的绝大部分也同样是空旷的。甚至在目前的宇宙学模型里，我们看到的所有星系只占了宇宙质能总量的 5%， 剩下的 95% 是暗物质和暗能量。前者提供了额外的引力，让星系们不至于自转过快而分裂，后者则作用在了整个宇宙层面，让宇宙空间处于加速膨胀状态。可以说，暗物质和暗能量在性质上完全相反，而宇宙中暗能量堆积的地方被称为宇宙空洞。比如距离我们7亿光年外的位置就存在一个木夫座空洞，这是一个非常巨大且几乎没有星系存在的区域，其跨度达到了惊人的2.5亿光年。如果人类生活在木夫座空洞的中心，可能永远也无法走出这个恐怖的区域。随着宇宙的加速膨胀，宇宙空洞的范围还会越来越大，并且星系们都将远离地球，直到它们发出的光再也无法达到地球。同时，我们晚上能看到的星星也会越来越少，因为它们也随着宇宙的加速膨胀跑到了地球的光锥之外。总体来看，在宇宙如此空旷的情况下，人类文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活动范围都将局限在月球和火星，更远的木星和土星都会因为航程太长而无法开发。你见过由恒星组成的沙漠吗？2015年，哈勃望远镜对仙女座星系的一部分进行了极限拍摄，范围达到了4.1万光年，最后产生了这张15亿像素的照片，也是迄今为止最清晰的仙女座照片。你现在看到的这块区域里有无数个亮点，但它们并不是噪点，而是真实存在于宇宙中的恒星们。每一个亮点都是和太阳系同等量级的外星世界。保守估计，这张照片里至少有2亿颗恒星，但这也就只是仙女座星系恒星数量的5000分之一罢了。更可怕的是，仙女座和银河系这2个星系只是本星系群的一部分，是宇宙中的最底层结构之一。在范围达到了1000万光年的本星系群上，还有一个直径1.1亿光年的室女座星系团，它由100个本星系群量级的结构组成。当若干个室女座星系团组合到一起后，就形成了直径5.2亿光年，包含了10万个星系的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银河系的直径是1厘米的话，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直径就是52米，而太阳仅仅是银河系的1000亿分之一，也就是1厘米的1000亿分之一，地球和人类就别提多小了。那么宇宙中究竟有多少个星系呢？2003年，哈勃望远镜进行了一次长曝光，对准了天炉座方向的一小片区域，最终获得一张包含了1万个星系的照片。由于这1万个星系都挤在全天面积1270万分之一的范围内，所以宇宙中的星系数量至少是1万乘以1270万。再考虑到银河本身的阻碍和哈勃望远镜的性能，可观测宇宙范围内至少有2万亿个星系。那么可观测宇宙之外呢？众所周知，可观测宇宙的出现是因为宇宙在超光速膨胀，导致远方星系发出的光永远飞不到地球，所以才形成了一个以地球为中心，半径465亿光年的可观测宇宙。而未观测宇宙的体积至少是可观测宇宙的250倍。在假定宇宙中的星系都均匀分布的情况下，未观测宇宙中的星系总量也该是可观测宇宙内的250倍，也就是2万亿乘以250，整个宇宙至少有500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都至少有1000亿颗恒星和行星，这个数量已经超过地球上的沙子了。所以包括天文学家在内的很多人都相信，外星生命和外星文明是肯定存在的。唯一的问题是，随着宇宙加速膨胀，越来越多的星系飞出了地球的光锥之外，这意味着我们和它们失联了。如果我们超过光速，会看到什么景象呢？爱因斯坦认为，速度越快，时间越慢，达到光速后，时间就会静止，所以在光子看来，它们是诞生瞬间就到达了宇宙任何地方。只有处于低速状态下的我们，才会认为太阳光是飞了8分钟才到达地球的，月光是飞了1秒多才到达地球的。进一步延伸后，不难发现，一旦超过光速，时间就有可能反向流动，也就是相对论里时间膨胀公式可能出现的那个负号。但超过光速需要无限大的能量，而宇宙中不可能有无限大的能量，所以不论是爱因斯坦还是现在的科学家，都认为超光速是不可实现的。更可悲的是，光速虽然是人类目前已知的最快速度，但放眼到整个宇宙中，根本不值一提。因为宇宙中天体的距离都用光年来表示了，也就是光飞行1年的距离，并且光年之上还有秒差距，1个秒差距是 3.26 光年，1个100万秒差距就是326万光年。在宇宙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就算我们驾驶光速飞船，在地球上的人的感觉中，我们也需要飞行256万年才能到达仙女座星系，飞行465亿年才能到达可观测宇宙的边界，而宇宙大爆炸至今也不过138亿年。所以不难看出，光速在我们的宇宙中其实是非常慢的速度，只是我们现在更慢，所以才觉得它很快。在光速限制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宇宙其实是宇宙的历史，很多星系可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比如
哈勃望远镜拍摄的创生之柱，位于7000光年外的老鹰星云内，我们看到的确实是它7000年前的样子。天文学家认为，它现在已经因为附近超新星爆发的扰动而坍塌了，但这一切我们要等到7000年后才能看见。同样的道理，哈勃望远镜和韦伯望远镜拍到的135亿光年外的星系，几乎就是宇宙大爆炸后产生的第一批星系。未来如果望远镜的性能进一步加强，我们也许能看到宇宙大爆炸的瞬间，在时间上追溯到宇宙的起点。如果我们现在瞬移到6500万光年外，并且能用望远镜观察地球的话，我们还能看到恐龙被小行星灭绝的画面。瞬移到2243光年外，就能看到秦始皇登基。地球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间点发出的光子，都在宇宙中飞行了不同的距离。理论上来说，我们只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能复原地球历史上的所有事件。虽然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光速无法被超越，但虫洞和曲率驱动技术还是有可能带领我们绕过光速的，因为虫洞和曲率驱动技术都是基于时空本身的特性开发的，理论上来说不在相对论的约束范围内。因此，利用虫洞和曲率驱动，我们是有机会在短时间内跨越若干光年的，甚至是用虫洞构建银河系范围内的快速通道。总体来看，虽然现阶段我们的宇宙航行速度连光速的1%都达不到，但我们对现有理论的开发利用率其实也很低。未来在掌握可控核聚变后，人类文明必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参宿4是猎户座上最亮的一颗星，它的体积是太阳的1000倍。如果把它和太阳互换位置，木星轨道以内的所有星球都会被吞噬。更可怕的是，由于参宿4现在属于红超巨星，天文学家认为它随时有可能超新星爆发，甚至现在已经爆发了，只是隔着640光年的距离，我们还看不到而已。所以如果未来某天夜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比满月还亮数倍的光斑，请不要惊慌，那是参宿4爆发了。计算机模拟显示，参宿4爆发后的光斑将持续3个月到半年时间，亮度高到在白天也清晰可见，晚上甚至能代替路灯。这并不是夸大描述，因为北宋时期的天官克星也是一次超新星爆发事件，它的亮度足以让读书人晚上不用点灯就能看书。后来，天文学家在天官克星的位置发现了一个放射性星云，即哈勃望远镜拍到的蟹状星云。它的中心是一颗脉冲星，也就是当年爆炸的那颗恒星的残骸。不过我们的太阳只是一颗黄矮星，50亿年后它虽然也会膨胀成红巨星，但并不能触发超新星爆发，它只会逐渐消散成一团行星状星云，并留下一颗白矮星内核，跟参宿4晚年猛烈的爆发还是很不一样的。最近的监测结果显示，参宿4亮度变化极不稳定，并且还曾抛出过一部分恒星物质，大约每1000年，它的质量损失就相当于一个太阳。天文学家相信，随着参宿4外壳的不断抛出，它内部的核聚变反应马上就要迎来结局了。只不过，这个马上是相当于恒星寿命来说的，对我们人类而言可能是几百上千年，但对恒星而言只是几秒钟。超新星爆发
作为宇宙中最狂暴的天文现象之一，在银河系范围内其实并不少见。平均每个世纪，银河系都会有2颗老年恒星超新星爆发。未来随着银河系内大质量恒星的老化，这一速率还会继续上升。但每一个超新星爆发其实都在为宇宙输送养料，因为超新星爆发过程中产生的重元素是宇宙中最稀有的元素。这些重元素从恒星内部被抛洒到太空后，有机会在下一颗恒星诞生时产生岩石、金属行星，并且在行星上产生生命和文明。我们的太阳系和地球，以及地球生命，就是这么诞生的。50亿年前，太阳系诞生于第1代恒星超新星爆发后形成的星云中，因此先天就包含了一部分重元素。太阳形成之后，剩下的一部分重元素边角料形成了地球，地球上的一部分重元素又从无机物变成了有机物，变成了生命和今天的我们。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其实是恒星的后代，组成我们的物质也曾组成过恒星。参宿4未来超新星爆发后，它形成了重元素星云，也有可能是下一代恒星的育婴室。外星生命和外星文明也许也在其中孕育着，只不过对于640光年外的我们来说，不论是参宿4还是外星文明，距离都太遥远了。天文学家发现，一颗名为格里泽710的恒星正在靠近太阳系，最快130万年后，它就将深入奥尔特云。届时我们有望看到2个太阳。不过由于它是一颗红矮星，而且奥尔特云的直径也有2光年，所以格里泽710的亮度只有火星的3倍，地球还不至于遭到2个太阳的炙烤。但天文学家最担心的其实是奥尔特云内的彗星和小行星们，因为太阳系作为一个稳定的恒星系，如果突然被外来恒星的引力干扰，那么原本待在奥尔特云和柯伊伯带内的彗星和小行星将被引力弹弓弹射到太阳系内侧。运气好的话，木星和土星会挡下绝大部分撞击；运气不好的话，火星和地球也会被撞。历史上的1994年，木星就曾被 SL9 彗星撞击过，威力超过了地球上所有核武器威力之和，产生的撞击痕在木星大气层上保留了几个月才消散。6500万年前，地球上的恐龙也是因为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才灭绝的。不过我相信，对于130万年后的人类文明来说，格里泽710引发的小行星撞地球根本不足为虑，因为科技的发展是爆炸式的，未来几万年的技术爆炸完全能让我们离开太阳系，甚至是银河系。如果130万年后地球上还有人类文明的话，他们也许能把格里泽710包裹成戴森球，去吸收利用恒星的能量。从宏观角度来看，太阳其实一直在带着我们，以每秒220千米的速度绕银河系中心公转，每 2.2 亿年才能转完一圈。上次太阳在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地球上的霸主还是恐龙，现在是人类，下一次不知道会是谁了。在漫长的公转过程中，天文学家认为太阳会随机遇上银河系内的各种恒星，格里泽710只是其中之一，未来还会有新的恒星靠近太阳系，其中最危险的就是随时有可能超新星爆发的红超巨星，因为它们爆炸后的覆盖范围
能达到几十光年。太阳系如果刚好在那个时候路过的话，地球世界就会遭到恒星辐射的摧残。除了恒星外，银河系范围内还有很多流浪黑洞，这些由大质量恒星晚年坍塌形成的黑洞一直在银河系里漂流，它们的体积远小于恒星，但引力极强。就算只是从奥尔特云外部掠过，太阳系的引力格局也会被严重干扰，造成小行星撞地球的风险。不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并不太需要担心小行星撞地球的风险，因为至少在目前的监测过程中，地球附近都还是很干净的。整个轨道上，除了我们的人造卫星，没有大体积小行星的存在，并且月球也一直在为地球阻挡小行星。月球背面大量陨石坑就是最好的证明。卡尔萨根曾经说过，天文学是一门能让人感到谦卑的学科，所以在把目光投向宇宙深处的同时，不要忘了，我们连太阳系都还知之甚少。头顶的星空和脚下的大地，以及远方的星辰大海，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征服。宇宙有多大？这是地月系，38万光里的距离能放下太阳系所有行星。这是太阳系直径长达2光年。这是本地跑，一个直径1000光年的特殊区域，我们的太阳系就在它的中心。这是银河系，直径18万光年，中心是一个440万倍太阳质量的超级黑洞。这是仙女座星系，直径最少20万光年，最快37.5亿年后将与银河系发生碰撞。这是本星系群，直径约1000万光年。这是侍女座星系团，直径1.1亿光年。这是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羽毛状的结构里有10万个星系。这是宇宙长城，在宇宙中绵延上百亿光年。这是宇宙空洞，由暗能量聚集而成。这是可观测宇宙，直径930亿光年。这是真正的大宇宙范围，相当于可观测宇宙的250倍。如果你以每秒1光年的速度飞行，多久能达到宇宙边缘？爱因斯坦认为光速是我们宇宙中的极限速度，但如果能达到每秒1光年，1秒就能飞出太阳系，4秒就能到达比邻星，7分钟经过昴星团，11分钟来到上帝之眼星云，1.9小时到达创生之柱，24小时飞出银河系。以这个速度飞行1个月才能到达仙女座星系，飞行16年到达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内部，飞行1458年抵达可观测宇宙边缘。但即便如此，真实宇宙很可能是无限延伸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边缘。给一只猴子无限长的时间，它完全可以用打字机敲出一本小说。给我们宇宙无限长的时间，它会再次回到原点吗？物理学家告诉我们，宇宙中的所有粒子本质上都在无序运动，但物质总量是不会变的。因此理论上来说，只要时间足够长，宇宙这个封闭系统内的粒子们的运动状态总会回到过去某一刻，甚至是回到原点，也就是宇宙大爆炸。这种理念在数学上被称为庞加莱回归。但也有物理学家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宇宙中的基本粒子虽然是无序的，
但它们组成的恒星和星系以及人类自己确实是非常有序的。也就是说，高熵的粒子自动形成了熵更低的宏观结构。问题在于熵增定律。这个定律认为，封闭系统内的熵值只会越来越高，而不可能自动降低。我们所看到的有序宏观结构，本质上也是熵增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比如一个杯子从完整到碎裂，就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而我们如果把它再次复原，这个过程中又会创造更多的熵增。所以在杯子不可能自动复原的情况下，宇宙中的熵值只会越来越高。回到最开始的庞加莱回归上，在宇宙中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恒星和星系，以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本质上已经是宇宙低熵阶段的产物了。所以未来不论基本粒子怎么运动，都不可能再次回到低熵阶段。因此我们的宇宙并不会回到原点，让一切再来一次。事实上，现在的宇宙学理论认为，随着宇宙年龄的增加以及熵增的不可逆转，宇宙中的恒星会一颗颗熄灭，黑洞会一颗颗蒸发。虽然还会有新的星云产生新的恒星，但它们也依然会熄灭，星云也会因此逐渐消散，不足以再次坍缩成恒星。所以最终的宇宙将是一片漆黑，不存在任何光源和热源，达到所谓的热寂状态。此时宇宙中的熵值达到最高，无序度达到最高。不过也有理论认为，虽然熵增无法逆转，但在热寂结局来临之前，宇宙可能会面临新的变化，那就是宇宙膨胀的减速和停止，以及可能发生的收缩。这个被称为循环宇宙的理论由诺奖得主彭罗斯提出，他还是霍金生前的合作者。他认为，虽然现在的宇宙处于加速膨胀状态，但未来随着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性质被揭开，宇宙有可能在某一天从加速膨胀变成减速膨胀，然后停止膨胀。紧接着，宇宙还会在引力作用下发生收缩，到时候我们会看到远离地球的星系开始靠近地球，宇宙中的物质密度也会越来越大。最后，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会被挤压在一起，形成一个质量无限大、体积无限小的起点，然后再来一次宇宙大爆炸，产生一个新的宇宙。新宇宙中的物理定律可能和现在完全不一样，而我们现在的这个宇宙也有可能是上一次宇宙轮回后的产物。也许上一个宇宙的光速是每秒100万公里，而在一次新的大爆炸之后，才产生了我们这个光速为每秒30万公里的宇宙。至于下一次大爆炸诞生的宇宙会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生命最终都会走向死亡？物理学家薛定谔认为，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定律，所以生命本质上都是低熵体，甚至可以看作负熵体。当熵值达到最高后，系统便会重新回到无序状态，也就是死亡。类似的过程也会发生在宇宙天体身上，恒星会因为熵增而熄灭，黑洞也会因为熵增而蒸发。但熵究竟是什么呢？1865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在研究热力学的时候，首次提出了熵的概念。
他认为，在一个孤立系统内，能量不会消失，也不会凭空出现，它只会在不断的转化中产生损耗，并提升系统的混乱程度，也就是熵。因此，一杯开水才会慢慢变凉，一个整洁的房子不打扫才会变得混乱。这背后都是无序度在上升，也就是熵增。最重要的是，熵增是不可逆转的，因为把水重新加热的过程会创造更多的熵增，把房间重新打扫的过程中也同样会产生熵增。所以，宇宙中的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的低熵体都会在熵增定律的作用下走向死亡。对我们人类来说，大脑其实是倾向于熵增的，因此对绝大部分人来说，自律总是比懒散痛苦，学习总是比玩乐痛苦，因为学习和自律本身就是在减缓熵增的进程，某种意义上是在逆势而行。但人类也正因为这些逆熵行为，才有了今天的科技水平。爱因斯坦曾将熵增定律称为科学第一定律，认为它凌驾于所有定律之上，这意味着它几乎不可被推翻。相较之下，不论是相对论还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在未来都有可能被修正，甚至被替代。但熵增定律几乎不可能被否定，因为它是宇宙万物变化的基础，如同时间一样牢不可破。宇宙学家认为，随着宇宙中熵值的不断升高，宇宙中的恒星会一颗颗熄灭。虽然恒星死亡后形成的星云仍然可能孕育新的恒星，但新恒星的寿命也是有限的。所以在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宇宙中所有恒星都会熄灭。至于恒星级黑洞和超大质量黑洞，也会因为霍金辐射逐渐蒸发。尽管蒸发一颗天然黑洞可能需要数百万亿年，但终究会消失。熵增将和时间一样，如影随形，永不停歇。因此，我们的宇宙最终不会剩下一颗黑洞，只会剩下无序的基本粒子在宇宙中乱窜。整个宇宙将不再存在任何低熵结构。在阿西莫夫的最后的问题中，那个终极问题正是：熵增是否可以被逆转？人类把这个问题交给了超级计算机，而直到人类全部消失之后，超级计算机才终于找到了答案，并说出了一句：要有光。于是一次新的大爆炸发生了，宇宙再次从熵增的顶点回到了原点。不同的是，这个新的宇宙里已经没有人类。如果现实中的人类文明真的能够在宇宙中长存，那么在最后的最后，全宇宙最后一个人很可能会守着宇宙中最后一颗戴森球死去，为自己，为人类文明，也为这个宇宙画上句号。